风，进来吧。是薛谷主吗？是我。风，回来了。教王万寿。我的孩子，你果然按时把药师谷谷主带回来了，我没养错你。快起来吧。薛谷主，风是个好孩子，他很听话，很懂事，不像童。童呢，更像是一条毒蛇，一条时时刻刻都想着怎么反噬恩主的毒蛇。教王打算何时开始诊治？薛谷主看来比本座还要着急啊！你只有我一个医者，我却不止你一个病人。但是只有本座，才能让药师谷谷主为我出诊。薛谷主，你应该知道元一宫与中原武林向来是水火不容，你为何愿意千里迢迢来为我治疗？药师谷向来不涉江湖之事，只要有回天令和诊金足够，我为何不能来？哦，既然薛谷主都来了，那就再帮我一个忙。看看，他还有得治吗？诊金足够，便救得了。薛谷主，请吧。薛谷主，薛谷主果然医者父母心呢。不过可惜，童这个叛徒试图谋刺本座，本座清理门户，理所应当吧。教王恐怕是和自己的属下开玩笑开习惯了，把我也当成元一宫的人。若教王不着急治病，烦请尽快将我送回药师谷，我还有事。薛谷主莫急，本座随时可以开始治疗。好。别救他，他是个魔鬼。敢对教王不敬，薛谷主，在你这样的贵客面前，本座冒失了。
来人，把这个叛徒给我拖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宫殿。是。这一路长途跋涉，我有些累了，什么时候才能休息？薛谷主，不先替本座诊断一下吗？医家讲究望闻问切，教王的声音听似平和宁静，但气息中却有3分急促，我已有50%把握。好，待我诊治完毕，便可以离开了吧？那是当然。只要本座恢复往日的风采，本座定会重谢薛谷主，并且派人把你安安全全地送回药师谷。一言为定。嗯。风，你留下。是。薛谷主，这边请。教王。为何这么久才回来？属下途中遇到同派去的八郡埋伏，所以才耽误了。那八郡呢？已全数死于血源之上。风，你辛苦了。这途中，你的冰蚕之毒可有发作啊？薛国主替属下施针，缓解了毒发的疼痛。看样子，你与这薛谷主在这一路上发生了很多事儿啊。属下只是谨记，要将他平安带回元义宫。那他有何异样啊？属下曾试探过，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童的真实身份，也就无从得知当年的灭村真凶。确实，刚刚我几番试探，但那个女人似乎对童的处境毫无反应。教王为何要安排童与薛谷主见面？这是一招险棋。我就是想看看这姐弟情深却无法相认的局面。这薛子业如果知道童是他魔家村的弟弟，那该多有趣啊！可惜啊，7日之后，这噬魂散之毒便会从眼部深入脑髓，逐步侵蚀人的神智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。哼！待本座病情痊愈，一定要让这姐弟俩好好团聚，永远葬在这昆仑山里。在他死之前再告诉他吧，在那之前，他还有用。薛谷主日后或许还有用，教王何不留他一命？你这是在为他求情？属下斗胆，求教王放他一条生路。风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你竟然替一个对我不利的人求情，
从你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你脸上的笑容被谁夺走了？是那个女人破了你的沐春风之术。这一路上，血谷主救了我很多次，一直以来，除了将王宁，从来没有人救过我。属下只是不想看着他死。你，教王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风，这20多年来，你是第一次顾及别人的生死。如果我执意要杀他，你会怎么样？属下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。你竟然敢这样对我说话！我拿你当自己的孩子，你却这样要挟我！你们这群狼崽子！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，风。这20年来，这是你跟我提的第一个要求吧？我答应你，都答应你。那个女人真了不起。教王。